我觉得一个家最有爱的地方就是在厨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管妈妈有多累多忙都好，都会坚持下厨烧饭给家人。只要看他们吃得开心，就是最大的回报。今天的主角也不例外，他今年刚好是花甲之年，想送给自己一份礼物，就是改造他的厨房。他的厨房怎么了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？让我帮你们加减乘除，烦恼尽除。我叫爱莲，厨房是我的游乐场。孩子们喜欢吃我煮的东西，我也希望一直为他们煮下去。拥有一个宽敞明亮的厨房是我的梦想，我会为这个梦想努力到底。哪一家？这一家哇！欢迎康伟，恭喜发财呀！新年快乐！万事如意！万事如意啊！早知道来你家有这么多过年的摆设品，我拿2粒柑来跟你拜年了。哇，真的是夸张了！哇，真的是啊，过年呐！是开心就好。农历新年的气氛呢？我每一年都会这样布置。我看到这边都很多这些虎年，今年是虎年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是我的本命年，因为我今年一甲子60岁。是，所以我就想给我今年的自己的礼物，就是留下一个很难忘，因为我的厨房需要一些收纳的空间，因为很杂乱。你找对人，找我就对了。对，你厨房真的很可怕吗好可怕。？OK， 好，我现在进去看看。你的客厅这么整齐，厨房怎么可能？哇，能呢，真的是能呢！哇，哎，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嘞！为什么这样子？为什么这么奇怪的？因为厨房没有多余的收纳空间了，所以也没地方收。你看全部都满。啊，我一进来第一眼看到就是这个饭桌，这张是饭桌嘞。什么叫做饭桌？饭桌就是让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地方。然后你看你摆放这么多杂物嘞，我来啊，为什么这么多茶包的？是茶包吗？茶叶？是茶包，还有这些健康早餐。因为有时候就是没有免疫能力，人家叫我买我就买。人家叫你买什么你就买啊？哎，我家里有辆旧车，我一直找人买，帮忙买。旧车，抱歉了，因为我没有驾驶执照。哇，真的，这个什么火锅啊？火锅过年用的，没地方收。怎么可能没有地方收？这里这么多厨哎，厨都爆满了。OK， 这些是一些柴米油盐哈。OK， 这里呢大概是这里哇。因为我比较喜欢煮，而且我煮的东西都是古早味。完全没有地方给你摆放。请问你煎好蛋，请问你蛋你放在哪里？我就把这些东西移在地上，然后什么东西移在地上？这些移在地上？对呀。不是很大工程。你煮一个饭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地上，然后你怎么走路呢？那些火锅就放在一个角落啦，就尽量不去碰撞。我觉得真的是多此一举，因为第一，他年纪也不小了，这样搬上搬下的话，其实很多时候会伤到自己的腰啊，甚至东西掉下来打到自己头、打到自己脚，非常的危险。所以我真的很反对他这个做法。你这个家里面有多少个人在住？目前是2个。就是你跟我跟我家老爷。需要这么多张椅子吗？哇，这边已经1、2、3、4、5，2张、4、5、7。哇，那边里面还有啊，那椅子的款式完全不一样的。是然后有木的，有 plastic 的，有铁的都有。因为刚好有一年我的邻居搬家，他就问我要不要。我们这种安迪就是丢了可惜。你一家2口再加上孩子回来，大概多少个人？如果过年农历新年大日子，大概差不多6、7个人。然后我这边看到一个冰箱，那边也有一个冰箱。你跟我们的新传媒的艺人黄碧仁一样哎，问为什么这么多冰箱？刚才你一直跟我讲说你在购物方面的这个免疫力不是很好，就是主要是买些什么东西？吃的吗？吃的也买，用的也买。单这些锅来，你让开，你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一点都不夸张的可以卖了是吧？你是做煮炒档是吗？你怎么可能家里这么多锅？真的需要这么多不同的锅吗？真的需要吗？其实真的不用的。刚才我问他的时候，很多你看了我拿2、3个上来，那个 size 是一样的，但是他坚持说是有差的，差那么1寸还是半寸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嘛。所以就是应验了，他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购买的一个妈妈了。我比较喜欢煮美食，所以锅就会比较多。好像这一个它最少都跟了我整30年吧。你确定每一个都有用的？都用。
因为妈妈为什么买这么多锅、买这么多碗盘，她都是为了她的家人。想煮好东西给他们吃，然后能够有不同的锅煮出不同的味道，就好像炒米粉啊，能够大一点炒味道比较好啊。什么锅炖汤的时候需要更好的锅什么，所以你听到这样的时候，你觉得妈妈的爱心是有在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给妈妈加分的。你看到那个盘是吓死人的，来，小心，这边这样一眼看过去，哇，20，这个杯也是差不多，至少里面都有20-30个杯耶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你洗东西哦，你为什么洗了就这样丢了哈？不是丢，因为我给它晾干，因为我没有地方收。这种叫晾干，这边还是有水机，你看它还是有水，你看它还是很多水。然后我也发现还有一样东西，就是你的衣服也是很奇怪，你晾衣服的一半去到厕所里面去了。因为我楼下是咖啡店，所以我又是住在很低的楼啊，它有这些煮饭的油烟上来，就是要设定时间呐。明白。汉伟，我想把这个洗碗槽哈，跟它换过来这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哈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这个垃圾桶要这样蹲。对，再看他怎么把它移动，洗衣机移去哪里这些哈。OK。但我觉得一样东西很奇怪的，你过来一下哦。请问这个橱会有作用吗？你看你把所有东西一直都顶在这边，你永远开不到这个橱门啊！你看你怎么开？要开的时候就移哦。你就很好笑，你很喜欢做这些东西，要用的时候才移哦。我都觉得有点麻烦了，为了要开里面橱，我还要这样。搬上搬下，等下，然后你伤到手啊，伤到脚，掉下来打到自己的脚啊，不是很危险吗？你也不年轻了，哎呀，你看是不是？大家刚才看到了，我在搬东西的时候差一点都被椅子砸到脚嘛。那厨房呢，主要就是妈妈活动的空间嘛，所以这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。只要孩子们呢劝妈妈不要堆积太多的东西，不要堆得很高，然后不要乱买东西的话呢，这些事情是可以避免，不会发生的。看一下这个里面什么，当当。哦，一样了哈，也是一些哇，你真的是很爱吃的。OK， 这边哇也是一样食材哈，都是食材哈，哎都是哦。我觉得这样不好了，这个厨道是应该会丢的，对吧？是。然后上面这些什么，我很怕拿下来掉下来，我可以看吗？可以。又是什么？哦，哎呀，又是这些。为什么每一个妈妈都喜欢收这些东西的？每一个妈妈嘞，这个是里面那个也是。我忘了是什么。可以把它点什么？哇，还是一样咯，忘记你真的，你是不是忘记？所以我刚好不要跟他讲哦，直接拿去捐出去就行了，就不用去烦了。需要吗？不用的，真的不用的。你可以留一些 size 不同大小 size， 各留1个甚至2个就够了，其他的环保。或者给有需要人，到时我们会请我们的收纳达人教你怎么做这东西哦。其实你真的还有得救的，只要改掉你这些乱买东西的习惯，那到什么呢？这个收纳达人呢教你怎么样收纳东西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专业的室内设计师的帮忙呢，一定能够还原给你一个更好玩的游乐场。交给我，一定可以的。汉伟大哥啊，今天的厨房会比文浩妈妈家的乱吗？各有千秋吧。这位妈妈喜欢在厨房里面煮东西啊，所以买了各式各样大小不同的锅碗盘瓢盆呢，就摆放在厨房的各个角落啊。然后她也承认她自己对这个购物是完全没有免疫力的，人家叫她买什么她就买什么。哈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呀？如果有一个疫苗给大家打预防针就好了，而且还要每3个月打1次，不然药效过了，大家就要买。该打针的是你。行动比较实际，我们开工。我是 Jo， 设计不是一个包装，它是沟通与了解后的产物，体现的是一种态度，进而延伸出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。来，请进！哇，笑那么开心，什么事那么开心？来，欢迎来到妈妈的游乐园哈。哎，妈妈的游乐场。对。来，怎么样？第一个感觉怎么样？有。更像一个储物间多过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啦。看得出这一些材料是有一定的年龄了，就是可能离上次的装修应该20几年。OK， 那你吃饭在哪里吃？吃饭在客厅。OK。就基本上这厨房
不是真的很大间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饭桌太大了，应该阻碍到走位置真的很少啊，对不对？饭桌的话，我还是一样会保留在厨房，毕竟厨房就是一个你煮了，你转身就可以直接吃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就尽量让你在这个空间比较多功能的使用吧。OK， 然后你看到前面这边一堆衣服，对不对？来这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过来看看。我们走得过去吗？可以的，这边还走得过的。哎呀，这里的窗口本来很大的，你看现在衣服遮完啊，架子遮完啊，窗口又不开了，我觉得空气完全不流通，我觉得很压迫了哈。因为我是低层，还有楼下是咖啡店，早上我没有办法把衣服晾出去。窗户不通风是一个问题，因为通常要让它通风的话，前面的门要开，然后后面的窗口要开，但是它现在已经挡着了，是，所以我必须要让它有一些可以多一个功能，让它去晾晒衣服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会帮妈妈再做一下考虑。那就好了。你还有一个问题嘛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你说那个垃圾槽的问题。这个垃圾槽，因为我现在要蹲下去是有一点小困难。这一个的话，对于现在我们来说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谁，都比较难使用，所以这一边的话，我一定会帮你重新规划。OK， 好。OK，我看妈妈这么 hip 哦，穿的你看颜色很亮丽嘞，所以你对于你的厨房的设计有没有很什么要求？比如颜色方面，还是你有什么喜欢什么风格的这个厨房？风格倒没有，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亮丽的。我希望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如果没人来，我不开灯还是属于亮的厨房。OK， 要有足够的收纳空间，因为我太多锅碗瓢盆还有碗啊碟子。这有一个问题，这冰箱会保留吗？没有。这个冰箱送出去了，就留一个冰箱保留那一个。那个保留 ，OK， 好。然后颜色方面呢，大概是怎么样的？因为妈妈她可以接受的颜色程度蛮高的，所以我是想说，我给她一个整栋楼可能就只有她一间的。哇，这样夸张啊 ！Rainbow 啊，七彩啊！倒不至于到那一个，但是可能接近。现在很多观众都很期待要看哦。是，而且妈妈好兴奋，你看。是，哇！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会很开心的。OK， 现在 Joe 已经完全了解你要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也知道怎么设计了。现在是我们要行动的时候了，就是要找收纳达人来帮我们教你怎么样收纳东西，这是最头痛的。是。我会把他们应该要摆回正确位置的东西都摆回去，像可能晒衣服的地方会把它摆回原本的地方，吃饭的地方我会再把它重新的做回来给妈妈。然后锅碗瓢盆的话，我还是会把它放回柜子，所以就会做回一个真正的厨房还给妈妈。我是欧阳浩山，收纳没有捷径可走，必须按部就班去做才能成功。阿珊娜，你来了就好了，真的，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忙哎。第一次我看到餐桌全部不是吃的东西嘞。对呀，一样啊。安迪平时在厨房里面是做什么东西的？煮了。煮饭对吗？煮饭这个是对安迪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。是。除了煮饭之外，我们还要在这边吃饭，对吗？对，是的。那平常吃饭的只有2个人，然后偶尔会有加起来的话会有6个，可能再加4个，对吗？对。好，然后呢，后面我还有看到一些东西哦。晾衣服啊。所以我们有这3个要活动，我们整理出来的东西呢，一定要在这个3个活动以内的物品。所以基本上我们从这边开始教大家怎么收纳，对吗？但是我觉得我根本没有位置摆放我们这些箱子，我们能不能请个小帮手，先暂时把这些椅子先搬出去，好不好？小帮手可以进来帮忙吗？等一下，这个厨房它的锅碗瓢盆你没有注意是什么 size 的？什么 size 都有，多都是大中小都有，看你要选你自己选哈。可是很多我注意是 XXL 的 size 是，所以之前我讲我觉得妈妈好像是猪草店的老板娘来的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煮的东西，因为孩子回来有时候要让他们带回去，所以就会用比较大的分量。OK， 我是建议啊，我们先把这些锅拿出来放一边，然后看看桌子上还有剩余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分工合作啊。别干破，这个还油的嘞，你秀还油了喂，没有洗的，这很重，洗不干净啦。啊，洗不干，你还敢讲洗不干净？这碗盘我们也可以暂时先放开啊。可以吗？搬了这么多锅，还是有这么多东西的，什么东西来的？你那边什么？全部都是茶包来的。爱莲姐她的东西都是放在一起的，比如说你看药和茶，然后刀，
它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的。因为那边已经是被忽略掉了，所以可以塞就塞咯，是吗？是。我们分类一下，plastic 的全部放一边，吃的来东西吃的，然后这个请帮我拿过去，谢谢。这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有这些东西的？这个要 DIY， 种一些植物的空气，因为那天去餐馆带回来要 DIY， 暂时还没想到。很可怕嘞，妈。OK， 还有这个食物 ，OK， 哦，一个小篮哇，哦，你还蛮厉害哈，还有一个小篮放一些食物的哈。现在我们已经把这整桌东西都分类好了。这里呢都是一些碗盘啊、餐具啊，中间是食物，这边是茶包啊、茶叶啊这些。食物的话，我们通常都是就是看它有没有过期了，过期讲了很多期了哦。我之前有发现过，其实它的食物过期了。 5月都过了，现在都8月了。还有药也是过期了，很多都过期的了哈。食物都还可以，就不要丢，不要浪费食物。是的，因为这个可以吃的。这什么来着？这个丢了哈。年糕，年糕，人家是软水性，哎呦，我不喜欢打开。等一下小心哦，小心，等一下会有那种喷出来，很多年了啦会不。会有毒你啊？我都敢讲们这样开很多起来。年了嘞，看一下。我开。哎呦，多少年前的年糕啊？应该会超过3年吧。小帮手，可以把这个拿出去，然后给多我一个新的吗？谢谢。妈妈，看到这个桌子样子哈，抱抱它，真的太久没有见面了。之前你有多久没有看到这个桌子？应该8、9个月了。你之前跟我讲说这个桌子不能转哦，转不了，真的不能转哦。好，说妈妈，这张桌子基本上是不要了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想捐出去。当然捐出去了，很好哎。对啊。至少我们现在有一张桌子哦，可以摆放我们要讲的东西吗？就好像我们身后这些，到现在我都懂那堆东西是什么了。我拿过来哈。哇，不轻哎。哇。我们先从这一堆地布讲起好不好？你是要还是不要的？要的啦。全部都要吗？如果有人多来的话，我就会换哦，因为都不卫生嘛。 OK 你从外面铺红地毯给他们进来啊？汉伟，我真的铺啊，汉伟。啊？我真的铺的。哎呦，从哪里开始铺起？电梯门口啊？就没有从那个大门一进来，在收发那边铺了，就在那边垫脚。说每一年我们的4月份的红星大奖在播的时候，你顺便从那边自己彩排啊？是。你说哒哒哒哒哒哒这样自己走啊？都铺的。每个星期换1次，对吗？然后有4个地方要有地布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收4个，因为这样的尺寸哈是放在我的大门口，因为关门的时候它很关。这一点我必须要帮妈妈讲一点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家里其实有不同的地方摆放不同的 mat 的，有些可能是要外面它那个鞋子防水的，有些是防滑的，然后可能有些不同的款式，我明白，可能新年的。我自己本身觉得还是有点太多了一点，可能要丢掉1个2个。我不赞成，这个我站在妈妈这边，妈妈我绝对赞，因为我爱你。不是因为这个洗的啊，需要点时间干的。我为什么突然间好像我是她老公一样啊？在帮她讲话这样子。可是厨房是有非常多油烟的地方，我不建议说把已经洗好的东西就是放在厨房里面，就是不应该在厨房是吗？对，洗好的我们要把它收好在别的地方来。我要想给妈妈加点分的。其实呢，我是觉得真的是干净的，只是东西很多哦。是。然后那些，这个3你要帮忙一下，来。当然。你看里面。是真的有的。更多，我们把它拿出来吗？妈妈好，一定有很多理由。你看那种酒啊、米酒啊，真的需要煮饭需要这么多东西的吗？还有啊，哇，有点离谱。你真的确定每次煮饭都是用这调味料的吗？都不会啦，只是几瓶而已啦。调味料呢有分成2种，第一种是每天都会用的，所以我们就放在很容易拿得到的地方。第2种呢是当我们煮特定的菜肴的时候才会用得到，那这样就可以把它放在橱柜里面，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用。第2个重头戏哈，等一下才是重头戏，现在是碗盘了。哒啦，哒啦，哒啦。哒啦，
夸张的多嘞。我们的摄影师老婆啊，给他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的老婆也是不停地买碗盘，我也是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子，去到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 shopping mall， 不管有没有 discount， 买一大堆。我是买，因为新年有意义啦，不是好看，因为我们跟着传统，我们就每一年哈，我们只有增加我们的碗，然后增我们的福寿啦。有这样事情买碗盘增福寿，是老人家传承下来的。我们真的把它全部搬出来，让所有全新加坡、全世界人看一下你的碗盘到底有多少个。哇，有点压力啊，怕打破嘞。可以，来你看。等下，哎呀，真的打破了！你们穿鞋，他已经不喜欢住在我这间家了，他要回家了。记得落地开花啊！我做，你们小心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一家2口哦，这只是其中可能18%呢，还有一大堆我们都还没有挖那边下面，我们没有办法全部摆在这边呢，因为真的是什么白灯都有哎。你看有小孩子，你家里有小孩子吗？没有了。对，为什么一些小孩子的碗盘在这边？而且还有水在里面的。哦，这个我在用的，有时候我自己用。你还小啊？我有点可爱。小可爱啊，全部买这种。老可爱了。这个真的是你在用的吗？是。这个要哈。这个要。OK。那碗盘的话呢，我会建议说买统一系列的颜色或者是形状，这样看起来呢就比较美观。这些就是妈妈，要不然这个是我妈妈时代的，就是妈妈的时代咯。那这个我们不要。哦，这个有年代的。那这个我们不要啦。不要就不要了，这个买得到。这个呢？这个就是很可爱的地方。其实妈妈的心态呢，可能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是帮她丢一些不要的东西，然后她很开心，因为就是所谓的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的感觉，所以她觉得很开心，她可以又再去 shopping 买东西。所以我们还是好好的灌输她正确的概念。来了。重头戏，哒哒哒哒！我们要讲的东西呢，就是它的锅，真的是吓死人了。看妈妈到底有多少个锅，来。为什么有这么多锅？来，这个我通常都是拿来煮比较少分量的，砂锅是熬汤啦。这个呢？哦，这个煮梅意面啦。哦，这个是洗那些菜呀。洗菜的不算好，没事，拿开。这个呢？这个是火锅。火锅？火锅的锅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买这种锅气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些锅我们特别喜欢用，因为可能它的功能比较好。然后有一些呢，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少了一点什么，不太喜欢这个，可能很难才会煮熟啊这样子。所以那些没有那么好的功能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丢掉。那就这2个吧。耶！为什么你觉得这2个没有功能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要你留下，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一马上决定这2个没有功能？是原因不是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当年是买给妈妈用，妈妈一个人住在马来西亚，就是一个人住，我就买了，她老人家不舍得用，然后往生的时候，这个就应该留啊，留下来啊，这个有故事应该留下来嘛，我就把它带出来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这个就应该留下来啊。所以当年妈妈常常用这个锅。买了给他老人家不舍得用，因为一般上老人家都是会用旧的东西，新的东西他不舍得用。等到他往生了，我回去收拾东西买给他的东西他都没用，那我就把他带回来。看到妈妈开始哭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是有感动到，因为我就觉得我这样子做，对，就没有帮妈妈着想，对。没事 ，OK， 没事的，好。但这个要留住，好不好，妈妈？好，我们留着。好，这个我让你留着，好不好？给你。还好啊，把这锅留下来。我也希望他真的有一天能够用这个锅煮一碗面也好，煮什么东西也好，送去给他妈妈吃，也能够让他开心一点了。这个应该是今天唯一能够留下最有意义的，全部不要。OK。其实每一个锅都有每一个锅的故事。哎呦，还有故事啊！连这个是个妹妹的，这个老公的，这个妈妈，这个邻居的，还有哪个是我的 ？OK， 讲真的有故事吗？这一个锅的话，就是一般上平时也很少用啊，就是过年过节或者人数比较多的时候，我才会拿出来用，因为要蒸一条鱼嘛。这个是什么故事来的？就是过年是代表妈妈这只是这个锅用来蒸鱼，突然间妈妈这么感性的，突然间变一条鱼耶！好，我们一样一样的，不要紧张 ，OK？ 先从小的锅，这个肯定要留，这个太有意思了，这个好好包住，这个手拿着，然后这个呢？
这个是我每天常用的。好，这个留，这个呢？这个也是不是偶尔煮一点东西不多啦，就是它有一个盖好的。，这个留， OK，这这个呢个就不？要了，这个慢慢不要了。 OK，一个不要。来。好，来到这边了是吗？这个什么来的？谢谢。来，好哎，这个还蛮轻的哎。可以牺牲这2个。哇，马上啊，哇！妈妈，为什么你突然间这样伤心？没有。有收纳达人在，他就帮我收纳，才是今天做节目的目的。如果我什么东西都保留，我看这个节目也不需要做下去。所以在这个取舍方面，我会跟达人学习啦。但是多多少少你还是有点不舍得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肯定，因为人是有感情的。对你对哪个锅最有感情？每一个锅都有感情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所以你比较爱锅还是爱你老公？锅也爱，老公也爱。这样今天算是不错了。目的也是算值得的了。 OK 了，这样算是很不错的。好，谢谢你，红轩，谢谢你的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在这2天收拾的过程，又让我翻了一翻橱柜里面太会买了又没有去翻，然后这些都是过期的，我的鸳鸯锅，所以我可以把我其他的送出去。他们房间里看我打蟑螂，打死蟑螂，还触角还会晃晃。原本很多东西都是不舍得，但是想想还是把东西送出去，把它各爱，就是送给有缘人，他们继续再去使用这一些东西。Jo，你给我们这个可爱的艾琳姐的厨房做出怎么样的一个风格的？它叫做孟菲斯，它的设计的概念就是乐观、敢于想象、打破传统，一种无所畏惧的一个风格。所以在设计方面的话，它其实是采用了撞色的概念，利用了不同的元素进行碰接与碰撞。这个感觉就像他摇的游乐场的颜色这样子，看起来很开心的。对对对，我看到这个设计孟菲斯风格肯定适合他，他一定会喜欢，我希望他喜欢一。定的。姐 Yes，我们今天要带你去看一个东西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确定我会喜欢吗？肯定。好 ，Let's go，我们走去看看。艾莲姐，你之前说过，这么多年来呢，你一直有晾衣服的烦恼，所以呢，我们想要帮你装个电动晾衣架。它除了可以升降，方便你把衣物挂上去啊，它也是一盏灯，同时呢，还具备了风干、烘干等功能哦。艾莲姐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，是我梦寐以求的衣架。还没完哦，里面还有一款加强款，我带你们过去看看。 OK，Let's go。就为什么你说这个是加强版啊？首先呢，它有7根晾衣杆，这2根呢可以延长至2米，这2根也可以，就能够让艾莲姐晒她的双人床床单喽。哦，洗床单的时候最难就是要把它晾出去。对，艾莲姐，所以有了这个啊，你晾床单呢就比较方便，而且呢你没有那么费力。然后呢，它的灯光照明呢，第一个呢是暖黄光，第2个是白光，第3个呢是自然光。再来呢，就是它的烘干功能，它吹出来的热风呢，温度可高达60摄氏度。红色呢显示的是3个小时，紫色呢是6个小时。就可以不要烘这么长的时间嘛？可以呀，你按一下，它会持续吹呢10到20秒，等风冷却了过后呢，就会自动停止。艾莲姐，你是担心很耗电是吧？是，这一点你就放心，它热风呢连续吹1个小时，电费大概只需要3毛钱。然后呢，不管你是风干还是烘干，只要你一启动呢，它就会另外启动2种功能。所以是哪2种功能啊？
第一种功能呢，它是除尘螨功能，它会发出超声波音频，使尘螨不敢靠近。然后这种音频呢，只有动物听得到，我们人是听不到的。然后它的音频的覆盖范围大概是8.5平方米。第二种功能呢是等离子防异味功能，系统会释放正离子和负离子，保护我们的衣物，然后减少过敏物质，然后防止异味粘附在衣着上。哦，爱莲姐，是这个对你特别有用哎。对，我知道你之前跟我们说过，你不喜欢把衣服晾出去哦，因为那个咖啡店有油烟味，会弄到你的衣服有味道，对吗？是的。哎呦，谢谢 Jo， 你真的很贴心哎，帮爱莲姐解决所有的问题哦，让她可以高枕无忧。谢谢 Jo。不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来，莲姐，你日盼夜盼的新厨房就要出现在眼前了，怎么样？我很期待，是不是又好兴奋？是哈，是啊。听说这厨房很漂亮嘞，有什么惊喜我不知道哈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1、2、3，噔！哇，欢迎爱莲姐！怎么样？哇，好厉害哎！我梦寐以求的厨房哎，很现代化又很亮丽。我没有想到哦，我的厨房哦，以前那个破旧老旧的厨房，现在哦焕然一新，变成这么亮丽。颜色还喜欢吗？颜色超喜欢，因为我也是 bling bling 的。很符合你今天穿的颜色衣服哦。是，所有的功劳哦，都是 Jo 了。谢谢 Jo。哦，Jo。好好的跟阿莲讲一讲，说为什么你会这样的一个概念。这一次呢，我是用了彩色盘的主色，一个很亮眼的一个黄，然后搭配了蓝色，再来就是搭配了一个现在最流行的爱马仕橙，然后它就是增添了一些复古的色彩，所以这整个的搭配的话，让爱莲姐的下一个的旅程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看到你的眼睛泛泪啊，你是开心到流泪还是什么？是感动的眼泪。我有一个小惊喜给哪里？在哪里？桌子我又是做了一些小机关。喂，你拉长版啊！拉长版内有乾坤啊！哇哦！哇！但是这个桌子你要记得哈，是给你们吃饭的哈，不是给你乱放东西哦。家常不是给你放东西的哈。明白。我再给你看另外一样东西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什么东西？看到这些橱柜吗？有。你看看这个。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特地为你设计的，它是一个往下拉的一个收纳篮。所以拿东西的话会比较方便。对，就过去看看能不能拉到。爱莲姐比我高。小心啊 ！OK。一起。OK。我还开自动化会弹上去的。这边餐桌呢，其实我是搭配了圆弧形，所以就是防止它们碰撞。然后那一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橱柜，新年的时候吃火锅，这边可以放插头。然后就是下面的话呢，就是可以放一些 T 恤啊那一些来做一个 refill。当然了，橱柜啊不可能只设计这么一点给你，因为它的锅啊碗啊盘是它的宝贝嘞，所以我们好好过去看看这边橱柜才是重点。来。Jo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说你在这些柜子里做了什么特别的设计吗 ？OK， 我知道爱莲姐她需要很多的收藏空间，所以上面的话，对，主要是它放碗碟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因为上次的话，我是看到说爱莲姐有很多瓶瓶罐罐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在这边我放了一个拉篮。对。这个拉篮的话，就是他平时煮饭的时候呢，他就把酱油啊、油那一些，他就放在桌上。哇，Jo，你太贴心了嘞！真的很贴心，这个。哎呦，那些瓶瓶罐罐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收纳。这边呢，下面的话，这边就是给爱莲姐放她的锅碗瓢盆啊，那些大样的，这边全部。我另外把这边的板都加厚，就是说它可以用久一点，可以放更重的东西。我发现有些锅啊碗盘很重，久了以后那个下面板会凹陷的，然后久了就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是，很细心，
这一些厨房门呢，每一个边边角角我都做了设计，都是圆角。对，这一边呢，你记得吗？就是你之前你的水管，所以呢，我这一边我就放了这一些。对，你就可以把你那一些东西摆放在这边。我觉得很聪明，对。然后基本上它除了能够遮到这个水管，它又善用这个空间呢，做一个小橱柜来给收东西，很好。OK。哎，还有爱莲姐，来，我们过来一下。再有惊喜你记得你之前那个垃圾槽吗？你觉得很不方便，对不对？现我们过来一下。现在来，你自己开，我让爱莲姐自己做哈。哎，哇，丢什么垃圾我不用这样蹲，我就这样站着，这样 OK。多了哈。OK， 还有什么？来，过来，我们看看上面，记得吗？买的这个晾衣架。哇，终于解决了我这个晾衣的烦恼。之前你碰到困扰，我们一一跟你解决掉了。谢谢就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接下来呢，3就要进来了哦，3要教你怎么样好好的把所有的锅啊、碗盘的好好的整齐收纳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3你都知道了啊，妈妈很爱煮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煮的东西啊，干凉东西啊，她几乎每一天都会接触到的。其实我们这边身后有个抽屉嘛，所以但是我们怎么分类呢？干粮可以分成谷类、罐头、香料，还有其他的干粮。那每一个类别呢，都应该有各自的收纳空间。比如说罐头，应该全部放在一个抽屉里面，不要掺杂谷类在里面。爱莲姐，你的宝贝是什么？我的宝贝啊，就是我厨房里面的一些锅碗瓢盆啊，一些碗我以为。是你老公呢。原来是这个哦，这么可怜啊，他看得很伤心的。开玩笑了，当然你听到了啊，厨房的宝贝就是这些锅。记得吗？这个锅有故事的，是，这个就是我要问。啊，有故事的锅，我们摆出来吧。对，摆出来好不好？对，也可以呀。摆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。 OK， 这里啊。摆在这里最明显了，永远妈妈永远保护你。OK， 说真的，你想摆在哪里？让我一些时间去想想，因为今天新的厨房我才这个是宝贝中的宝贝，暂时把它放在这边，我们等一下再想。好，我们就处理这些。我们可以把锅具分成常用和不常用的。常用的呢，我们要放在一个比较容易拿取的地方；那不常用的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高处。为了节省空间，我们可以把锅盖朝下，然后放在一个锅子上面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锅子叠在上面了。一直以来，我记得从开始的时候，妈妈一直讲说这个是最常用，对不对？这些不可以直接摆在上面，外面可以了吗？可以这样。一个锅可以。哦，一个锅可以。你会打算把其中一个锅摆在上面常用，还是你觉得不需要？我想摆红色。哦，红色比较好看。不错哈，妈妈很有品味。是，而且它也能够增添多一点颜色哈，有点好像装饰的作用。哦，我们就把它摆在上面。所以妈妈很有品味，你看，哇，这样子摆出来，为这个厨房增添不少色彩哦。真的整齐很多，很整齐耶！而且3你处理得很好，你看整个厨，你看从这边一系列从上到下都是在一起的。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啊？他的另外一个宝贝啊？还有那么多宝贝啊？有忘记吗？第2个宝贝是谁？第2个宝贝，我的鱼的碗呐。不是啦，是你的孩子啦。对了，就是他的碗盘杯子最多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处理的就是碗盘跟杯子，来，我们拿过来，把它找出来。好，3，这些就是妈妈所谓选出来常用的哈。等一下，后面大哥，常用呢是每天会用的，每天常用的意思。哦，每天啦，每天不会啦，就是两个对吗？哎呀，说你要妈妈不明白我们的意思，她常用以为是每年过年过节煮饭给亲戚朋友吃的常用，不是这样，好，不是常年用，是每天常用。OK， 明白。来，所以现在重新选过哈。这个选2个，红色是你的老公青色了哈，然后这个黄色旺旺了哈，好啊，然后可能煮一个汤，可能需要一个要汤吗？可以啊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对吗？这样就是所谓的常用嘞，哦，这些不常用哦，明白了哈。OK，了解。 OK，那我们应该放在哪里比较适合？这里嘛。
因为这里这边煮饭，我们就立即可以拿得到。这个就是妈妈所谓常用的了。那不常用的，我们就是看最高，然后上面呢，我们就放盘跟大的碗，好不好？好嘞 ，OK。完美。完美。阿莲姐，是下午茶时间来了。 OK 哇，每个女人都喜欢 high tea 的，是不是哦？这些就是你常常喝的一些茶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然后这些是你常用的杯子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这个要放在哪里？杯子可以放在里面，因为我们喝茶的时候可以顺便顺手拿到啊。比较方便，对不对？对。 OK 然后茶叶，然后还有茶包，我们可以放在这里。我就是有一些收纳盒子，这些装茶叶的瓶盖呢，其实它是木塞制的嘛，所以木塞在一个潮湿的环境之下，它会很容易的分解。我也不建议说用生锈的。对，都已经生锈了。对，阿莲姐，你看，在新加坡，我们天气是偏潮湿，所以这种瓶盖很容易就生锈了。茶叶放在里面，然后呢，茶包呢，开封过的呢，我们就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放在这个密封盒子里面。来， OK， 搞定。整整齐齐的茶叶都在这里耶。那我们需不需要好像在外面写一些什么东西，还是都不用的？好，比如说呢，这个茶叶它是有这个包装的嘛，然后包装上面有写它的那个截止日期，放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就至少对你太好了，这个整整齐齐，看了都很开心。好，然后我们必须把它摆在哪里呢？就摆在这里，来，摆上面哈。对，来，好，来。先给我放一下。这一整天下来呢，我其实看到爱莲姐啊，她有一些小表情，她会讲，我觉得她在适应这些新的收纳方式，但是我觉得她也很努力的在尝试要改变，所以我非常敬佩她的态度。OK， 爱莲姐，设计师 Joe 还有珊呢，把这个厨房完美的还原给你了。是。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完美，因为我们没有忘记你的妈妈。你买给妈妈的锅放在餐桌这边，对不对？觉得把它放高一点，然后它从在上面看下，感觉像在天堂看着你们，对不对？是。 OK， 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加点东西来设计一下好不好？可能放一点点东西在这边。OK， 然后这样子。OK， 妈妈，我把你摆在这里。哇！我们在享用的时候，你也跟随着我们，伴随着我们。所以你们一家大小坐在那边吃饭的时候呢，感觉到妈妈永远陪着你们，对不对？是。汉伟，这个我要谢谢你很荣幸你到我的寒舍来主持这一个节目。哇，太有心了，太有心了。还有一丝谢谢，加减珍珠耶。多少对，差点忘了。是的，厨房啊，我们已经送给你了，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它整洁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因为我们随时呢都会回来突击，如果不合格的话，我们就会把你的家具全部搬走。那就拜拜了哈。哎呦，搬不走因为全部都是 fix 的。厉害。不过爱莲姐，我还是觉得不够完美嘞，因为刚才你用特别方式，谢谢 Joe 嘞。删了吗？浴室嘞？还有我呢。谢谢。我们给爱莲姐一个焕然一新的厨房，扭转了她的人生。我希望她能够继续的努力，为她60岁以后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。我的宝贝锅具现在也有了固定的家，其实要用心学，要做好收纳，并不是天方夜谭。新厨房凸显出我乐观的个性，色彩明亮，看了就很开心。现在它成了我名副其实的游乐场。我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完成我的心愿。以后孩子来找我，我们都可以舒舒服服吃饭了。
非常注重他的外表的哦，所以你看他是要先打扮一下，再过来开门给我们。